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离谱又超让人心疼的网恋故事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网恋已经不是啥新鲜事儿了。好多人都想着能在网上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，可谁能想到，这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骗子的陷阱里。故事的主人公叫阿强，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，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工作挺忙。社交圈子也不大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。阿强平时就喜欢在网上刷刷视频、玩玩游戏啥的，放松放松自己。有一天啊，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刷到了一个女生的视频。那女生笑起来甜甜的，眼睛大大的，阿强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他点进女生的主页，发现她发了好多生活日常，感觉是个特别阳光开朗的女孩子。阿强鬼使神差的就给她点了个赞，还留了条评论：小姐姐，你笑起来好甜啊。本来阿强也没抱啥希望，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随手评论一下，人家不一定会回复呢。没想到啊，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生就回复他了：谢谢你的夸奖哟。看你评论，感觉你人也好好，就这么一来二去，两人就开始私信聊天了。阿强这才知道，女生叫小美，和他在同一个城市，也是个上班族。两个人聊工作，聊兴趣爱好，越聊越投机，感觉就像认识了好久的老朋友一样。聊了几天后，小美提出加微信，阿强那叫一个开心啊，立马就同意了。加上微信之后，两人的聊天就更频繁了，从早到晚，几乎每天都在分享自己的生活。阿强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找到了那个对的人，小美每天都会跟他说早安、晚安，还会关心他吃饭了没，工作累不累。阿强心里那叫一个暖啊，觉得自己太幸运了，能在网上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小美突然给阿强发消息，说自己心情不好。阿强赶紧问她怎么了，小美说自己工作上出了点问题，被领导批评了，心里特别委屈。阿强就一直在安慰她，说领导可能就是一时心情不好，别往心里去，还讲了好多笑话逗她开心。小美被阿强逗得哈哈大笑，还说阿强还好有你，你真的好贴心哟。阿强听了这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觉得自己能帮到小美特别有成就感。从那以后，阿强和小美之间的关系好像又更近了一步。阿强有时候会给小美点外卖，小美收到之后就会特别感动，说阿强是她见过最好的男生。阿强也会时不时的给小美发点小红包，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。小美每次收到红包都会发个可爱的表情包感谢阿强。阿强觉得自己在和小美谈恋爱，虽然还没见过面，但他已经把小美当成自己的女朋友了。有一天，小美跟阿强说自己的妈妈生病了，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。他自己的积蓄不够，家里亲戚也借了个遍，还是差不少。阿强听了心里特别着急，他很心疼小美，想帮她解决这个问题。小美说：阿强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？等我妈妈病好了，我一定马上还给你。阿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他觉得自己作为小美的男朋友，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帮她。于是阿强东拼西凑，把自己的积蓄和从朋友那里借的钱加起来，一共给小美转了8000块。小美收到钱之后特别感动，发了好多消息感谢阿强，还说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他。阿强虽然把钱借出去了，心里有点担心，但一想到能帮到小美，他又觉得很值得。他想着等小美妈妈病好了，两人就能见面了，到时候感情肯定会更好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阿强把8000块转给小美后，满心期待着小美妈妈赶紧好起来，两人就能奔现，开启甜蜜的恋爱生活啦。刚开始那几天，小美还是跟往常一样，每天跟阿强嘘寒问暖。阿强心里也踏实了不少，觉得自己这钱借的值当，毕竟帮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嘛。可没过多久，小美联系阿强的次数就渐渐变少了，回复消息也没以前那么及时。阿强心里有点犯嘀咕，但还是安慰自己，小美肯定是在医院照顾她妈妈，太忙太累了，没时间回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阿强给小美发了好几条消息，过了大半天都没收到回复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给小美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。阿强当时就慌了神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又过了2天，小美还是没有联系阿强，阿强发的消息也石沉大海。阿强实在坐不住了，他决定去小美说的医院看看。阿强按照小美之前说的医院地址找了过去，结果到了医院一打听，根本就没有小美妈妈这个人。阿强这下彻底懵了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小美为什么要骗他。阿强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给小美发了条消息：小美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？我很担心你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小美终于回复他了，不过内容却让阿强的心彻底凉了半截。小美说：阿强，对不起啦，其实我妈妈根本就没生病，我骗你是因为我最近遇到了点麻烦，急需用钱。等我有钱了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阿强看到这条消息，气得手都在发抖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真心对待的人居然一直在骗他。阿强愤怒地回复道：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把你当成我的白月光，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却把我当成提款机。你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可小美却再也没有回复他。阿强越想越气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定要把钱要回来。于是阿强开始频繁地给小美发消息，打电话，可小美要么不接电话，要么就回复他说自己没钱，等有钱了再还。阿强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想到了报警。他觉得警察肯定有办法帮他把钱追回来，惩治这个可恶的骗子。阿强来到警察局，把自己和小美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都交给了警察，详细地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过。警察听了阿强的讲述后，安慰他说会尽快展开调查，让他先回家等消息。阿强回到家后，整天茶不思饭不想，满脑子都是自己被骗的事。他觉得自己太傻太天真了，怎么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小美的话呢？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多留个心眼，轻易的就把钱借了出去。阿强每天都在盼着警察能传来好消息，把他的钱追回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警察那边却一直没有传来好消息。阿强心里越来越着急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钱是不是真的要不回来了。就在阿强快要绝望的时候，警察终于给他打来了电话。阿强激动地接起电话，心里想着终于要有结果了。可警察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再次陷入了绝望。警察说，他们通过调查发现，小美的身份信息都是假的，微信也是用别人的身份注册的，想要找到她非常困难。目前还没有找到小美的下落，让阿强再耐心等等。阿强听到这个消息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，还有从朋友那里借的钱，就这么打了水漂。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朋友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弥补自己的损失。阿强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他的朋友们知道这件事后，都特别担心他，纷纷跑来安慰他。其中一个好哥们儿阿伟直接跑到阿强家里，把他从房间里拉了出来。阿伟一边拉着阿强，一边说：阿强，你这样不行啦，不就是被那个坏女人骗了吗？钱没了咱可以再赚，你可不能把自己给搞垮了啊。阿强苦笑着说：阿伟，你不懂，我不是心疼那点钱，我是觉得自己太傻了，真心错付了，我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相信别人了。阿伟拍了拍阿强的肩膀，说道：你别灰心嘛，这只是个意外啦，不能因为这一个人就否定全世界呀。走，出去透透气，散散心，别老闷在屋里。在阿伟的劝说下，阿强终于愿意出门了。他们一起去了阿强以前最喜欢的公园，走在熟悉的小路上，阿强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。阿伟趁机跟阿强讲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糗事，逗得阿强哈哈大笑。阿伟说：你看我以前也干过不少傻事，被人骗过，也被人坑过，但不都挺过来了吗？现在不也好好的，你也一定可以的啦。除了朋友，阿强的家人也一直鼓励他，他的妈妈每天都会给他做好吃的，轻声细语地安慰他：孩子啊，别太难过了，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，以后咱找对象可得擦亮眼睛啊。阿强看着妈妈关切的眼神，心里暖暖的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振作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警察那边虽然还没有找到小美的下落，但一直没有放弃调查。他们扩大了调查范围，通过各种技术手段，对小美的转账记录、聊天信息等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。警察发现，小美和一个犯罪团伙有联系，
这个团伙专门通过网络交友的方式诈骗他人钱财。他们已经作案多起，手法非常狡猾。为了尽快破案，警察们日夜奋战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。他们走访了很多地方，询问了很多相关人员。终于，在一次追踪调查中，他们发现了小美的行踪。原来，小美在骗了阿强的钱后，就逃到了另一个城市，和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会合了。警方迅速制定了抓捕计划，准备一举捣毁这个犯罪团伙。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警察们悄悄地包围了小美的藏身之处。随着一声令下，警察们迅速行动，成功地将小美和其他犯罪团伙成员一网打尽。小美被抓后，一开始还百般抵赖，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。但在铁证面前，她不得不低下了头。她交代了自己和犯罪团伙的作案经过。原来他们事先准备了很多虚假的身份信息和照片，专门在网上寻找像阿强这样的单身男性，通过甜言蜜语取得他们的信任，然后编造各种理由向他们借钱，一旦得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阿强得知小美被抓的消息后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既感到欣慰，又觉得有些难过。欣慰的是，骗子终于被抓住了，自己的钱有希望追回来了。难过的是，自己曾经那么信任的人竟然是个骗子。警察在抓到小美和犯罪团伙成员后，马上开始清点他们的财物和银行账户，调查赃款的去向。阿强每天都心急如焚，时不时就给警察打电话询问进展，那心情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难安呐。终于，好消息传来，警察在犯罪团伙的账户里发现了阿强转过去的部分款项。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和调查，确认了这些钱确实是阿强被骗的那笔。没过多久，阿强就接到通知，让他去警察局办理相关手续，领回被骗的钱。当阿强拿到那失而复得的 2.8 万元时，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，眼眶也忍不住红了。他握着警察的手，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，太感谢你们啦！要不是你们这么努力，我的钱肯定就没了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。钱追回来了，可阿强心里的创伤却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。他还是会时不时想起那段被骗的经历，想起自己曾经对小美的真心，心里就一阵刺痛。不过好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一直都在支持他，鼓励他。阿伟又拉着阿强去参加各种聚会和活动，想让他多认识一些新朋友，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。阿强的妈妈也一直给他加油打气，让他别害怕，勇敢地向前看。慢慢的，阿强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开始尝试着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。因为工作表现出色，还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升职的机会。在生活中，阿强也开始主动参加一些社交活动，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有一次，阿强参加一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活动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小林的女生。小林性格开朗，和阿强一样喜欢运动，两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在之后的相处中，阿强发现小林是个特别真诚善良的女孩子，她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进了阿强灰暗的世界。阿强心里其实有点害怕，毕竟之前的经历让他有了阴影，他担心自己又会看错人。但小林的真诚和热情让他渐渐放下了防备。在朋友们的鼓励下，阿强鼓起勇气向小林表白了。让他惊喜的是，小林也对他有好感，两人就正式在一起了。现在的阿强和小林过得很幸福，他也终于走出了那段痛苦的回忆。通过这次经历，阿强也深刻地认识到，网恋虽然有机会遇到真爱，但也隐藏着很多风险。他经常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朋友听，提醒他们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别轻易相信网上那些陌生人的话。好啦，今天这个网恋被骗又重新振作的故事就全讲完啦。希望大家都能从阿强的经历里吸取教训，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别被甜言蜜语冲昏了头。要是你们也有什么有趣的相亲、恋爱故事，欢迎分享给我，咱们下次再接着聊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订阅支持。